到底是谁？你又是谁？为什么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说你不是人，是妖，是魔，还是……你的红痣，放开！你是我的，生生世世，不死不休。属下挥驾来迟，属下这就奏闻请罪。不必了，朕有事交代。谢陛下。传云丞相入宫，朕要选妃。选妃？对，朕要广征天下美人。陛下想要怎样的美人？肤白散雪，腰无情。你的红痣有一点红痣。又做那个梦，那个男人究竟是谁？那个男人究竟是谁？表哥，为什么频频入我梦的男人不是你？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看着表少爷的画像发呆呢？他一会儿就要启程出征了，我已经把后门打点好了，趁着天昏，您还能见他最后一面。不过半个时辰内一定要赶回来，要是老爷知道您私自出府，您的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言儿乖，我一定准时回来。表哥，表哥，表妹你来了，我已经和太皇太后请婚，打完这一仗，我就娶你为妻。表哥，这是我画的你我二人的画像，送给你。表妹，有了这个，我就能缓解相思之苦了。表妹，等我回来。好，我等你回来娶我。你小星星也从天上落下，你就散了一只星空，成为我的月亮，相遇匆匆忙忙，一瞬间飘向了远方。如果你能够看清我目光，一定在看向有你的方向。你就散了一只星光，成为我的月亮，你就像梦一场，惊醒落我的心上。我要这世界都想要你在身旁。参见陛下。行起吧。朕听太皇太后说了，等你凯旋，朕和太皇太后亲自为你赐婚。多谢皇叔。小姐，老爷叫您去祠堂。爹，跪下！爹，女儿知错，不该私自出府去给表哥送喜。爹，为什么？你妖生惑主，还有脸问为什么？你出生时祖宗记梦，预言你将成为祸国妖妃，亡我大周，是我一时心软，才留你至今。如今预言就要成真，为国为民为君，都不能再留你。爹，那只是梦，那不是真的。爹，
别杀我！四儿，为了丞相府的清明，唯有你死，才能永绝后患。住手！放开！放开！老爷，四儿是我们的亲生骨肉，自小便乖巧温顺。可是奉你为神明，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啊！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女儿吧！求求你，求求你！妾身求求您了，放过我们的女儿吧！现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死，要么一生避世，永不回朝。好，妾身这就带他去长安寺，那里偏僻，绝不会有人发现。陛下，云丞相回禀，他找遍全京城都没有找到腰间有红痣的少女。告诉他，他要再找不到，就拿他的女儿来抵，朕就不信他不着急。是。陛下，求太后娘娘看在陛下每月亲自来此，在你面前尽孝的份上，保佑陛下头疾得以缓解。陛下，陛下，陛下，您等会儿，我这就去备车带您回宫。竟然是他，梦里的那个男人。别走！别走！别走！陛下，车备好了，我这就带您回宫。求佛祖保佑那狂徒既已离开，便不要再回来，也不要再入我的梦中。还有，求佛祖一定要保佑表哥平平安安，早日凯旋。表妹，表哥，你回来了。表妹，我就知道表哥一定会平安归来的。太皇太后赐婚的旨意已经到达相府了，云相答应让我接你回京备婚，只是婚后不得踏出端王府。爹还是不信我。没事儿，不然我们偷偷溜出去，不让他知道就好了。好。同心耳当。按照大周的习俗，应该由你未来的夫君为你戴上这同心耳当。成为我的月亮，相遇匆匆忙忙，等到大婚的时候再取下，以示同心。如果你能够看清我目光，一定在看向有你的方向。你搅散了一池星光，成为我的月亮。你就像梦一场，星星落在我的心上。我要这世界都想要你在身旁。别想跑，你跑不了的。你这个疯子！是，我就是个疯子。同心堂，点亲了，你竟敢和别人点亲！
廖明之，属下在。传朕旨意，今后大周所有订婚女子也要参加选妃。还有，今后男女订婚时不许佩戴同心耳刀。这可是我大周多年的习俗。陛下，宣太医吗？备车，去长安寺。好，每次您去拜见过太后娘娘后，头痛就能缓解一些。我的大小姐可太苦了，日日服药，这梦魇的毛病也不见好。我本以为在这佛门鉴定能够求得佛祖保佑，却没想得一会儿准姑爷就来接我们了，我们回京里找最好的大夫，好好给您瞧瞧。我们快去收拾吧。参见陛下。长泽，这里人迹罕至，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接旧友回京。什么旧友？让朕也见见。什么旧友？让朕也见见。啊，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怕是会冲撞了陛下。也罢，3日后的秋寿别忘了。臣送完旧友就出发。走吧。咱们快进去祈福吧，求太后娘娘保佑，陛下这次的头疼时间能短点。表妹，我今日太开心了。我也开心。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这儿。表哥，我实在不想去秋树上抛头露面，万一被我爹知道。表妹，我们成婚前，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和我出去玩，你天天不是被他关在这里，就是关在那里，还没过够吗？我保证，你现在就是我的童仆，谁都看不出，这你就放心吧。可是，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别乱说，我依你就是了。那我再发誓，你肯定会喜欢寿长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去哪儿，我都开心。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陛下，长子，你怎么能和男人？爷爷说我梦的那个男人，竟然是皇上。你带走。陛下，不关他的事。你再多说一个字，朕就将他就地斩杀。我得救死。把头给朕抬起来，说，你是怎么引得长泽断袖的？奴胆小如鼠，无趣。服侍朕沐浴，
奴怕伺候不好皇上。那便拖出去斩了。过来，给朕按摩。没力气了，谢长泽不给你饭吃了。下来，什么时候按好，什么时候再走。求皇叔不要为难下人。继续。有任何惩罚，长泽愿一力承担。进来。陛下，这小童自幼跟在臣身边，若您要责罚，罚臣便是。长泽，你不要丞相嫡女了吗？当然要了。陛下，长泽，做人不可太贪心。小童仆，丞相府的嫡女，你只能2选1。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陛下，臣不日将和未婚妻完婚，还望陛下成全。好，那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小童仆，朕早就料到他不会选你。朕看你按摩手法甚好，不如跟了朕。陛下，奴嫡见死心眼，一生只认一人。你为他哭，滚吧！表哥，表妹，我不怪你，是我不该带你来说这。今天的事情，我们一起忘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来过收着。等这次秋收结束之后，我就催促家里面，我们尽快完婚。陛下何苦为一个小童仆操心？此童仆可以指朕的头头，速去查清他的来历。你和我在床上做尽了情事，已经是我的女人了，竟然敢和别的男人定情！我不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今夜你必须是我的。朕最爱你腰间这颗红痣，你跑不掉的。朕一定会找到你，你只能是我。为什么又梦到他？到底怎样才能摆脱他？朕最爱你腰间这颗红痣。完了这颗痣，绝不会让你如愿。你休想找到！皇叔，侄儿即将成亲，因皇叔近日广征天下美女选妃，备婚事宜处处受阻，所以斗胆来请陛下通融。皇侄，你是想让朕为你抛弃旧爱，行方便？罢了，你只管筹备，无人干扰端王府的喜事。谢陛下。
还请陛下归还，这是臣未婚妻画的我俩的画像。长泽，你的婚宴可欢迎朕。此乃端王府之幸，臣与臣妻之幸。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皇上驾到！参见皇上。皇上驾到！皇叔，他怎么来了？皇叔，谢长泽，你知道你娶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他知道了什么？陛下，云寺，朕问你，你要嫁给谁？陛下，微臣与臣妻青梅竹马，相知相爱，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陛下前来恭贺微臣新婚之喜，微臣不胜荣幸，不胜感激。陛下，今日是妾与表哥的大喜之日，妾自然要嫁给表哥。好，郎情妾意，情比金坚，还愣着干什么？继续拜堂。夫妻对拜。共入洞房。表哥，朕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要嫁给谁？雷斯，你已经是朕的女人，你嫁给别人，你就不怕连累他们？他们都怎么了？端王呢？姨母呢？表哥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自然是都杀了。杀？他们都是你的血亲。血亲？他们一个个试图藏匿，他们都该死。于此，你嫁到端王府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吗？今天在座的所有宾客都得陪葬。你这个疯子！都说朕是暴君，那朕便不能让天下人失望。朕得不到的，就统统毁掉。云寺，其实朕差点就错过了，在你嫁给别人前，朕看到了那幅画像。画像就是今日和你拜堂的夫君的，你们两个的双人画像。他还随身携带。那幅画像是表哥出征前我送给他的。表哥，这是我画的你我二人的画像，送给你。原来是你。原来是你亲手把自己送到了朕的面前。不是这样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于此，你注定是真的，逃不了的。不要！那就让整个丞相府的人来给你陪葬。表哥，忘了我，好好活着。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这就让你永远看不到他。回宫。这里好像是梦里的地方。于此，你穿这身喜服可真美，可是它不是为我而穿的，就不该留在你身上。一国天子强抢臣妻，你真不怕天下人耻笑？天下人？天下人能奈朕何？朕是天子。就算你是天子，我一生也只认一人，哪怕做尼姑，哪怕去死，我也绝不会屈从于你。奴婢见死心，一生只认一人。一生只认一人？你就是那个小童仆？是我。你和谢长泽联合起来诓骗于朕，你们早就是恩爱鸳鸯了。而朕自始至终都是恶人。是，你就是天底下最恶的恶人。对，朕当惯了恶人，也不怕再来一次。你的痣，你的痣呢？完了。疼吗？你为了躲朕，竟然硬生生割掉一块肉。天子强权纵然可以夺走我的人，永远也夺不走我的心。我的皇帝呀，我看这被关的倒不像是云寺，倒像是你。他怎么样了？你可真是疯魔了，满心满眼都是他。你告诉皇姐，怎么就非他云寺不可？是，为什么非他不可？奴替你按摩吧。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头肌就会有所好转。可一想到他要离开我，我的心就会疯狂的疼。如果他真的这么重要，那你更不能这样关着他。女人的心啊，是要慢慢打开的。如果硬取，只能是两败俱伤。皇姐，我该怎么做？先软化他的心，让他看到你的好，再徐徐图之。好，我这就去看。算了，皇姐，还是你替我去看看他吃东西没。好，我这就让厨房去备些膳食，送过去给他吃。多谢皇姐。好好一个美人儿，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是谁？我是陛下的皇姐，当今长公主谢秋烟。长公主，带我去宫门，放我走，否则我就拉着长公主一起跳下去。皇帝，救我！云寺他疯了！泽儿，你不能去！皇姐放心，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你别逼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些什么。朕看着你，朕看你拉着他一起跳，等你们跳下去之后，我就下令把整个丞相府灭了，给公主殉葬。我已经很小心翼翼的活着，
却只是想要嫁给自己的心爱之人而已。我有什么错？为什么你怎么都不肯放过我？朕为什么要放过你？朕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你逃不掉的。逃不掉？你以为我是你笼中的雀鸟，任你玩弄？好，那从今天开始，就有皇权也无法掌控的东西。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哎，于此，于此，命，我自己说了算。哎，于此，于此。表哥，瑶妹，我带你回去。长泽，快放开那个女人！你疯了！你想害死整个端王府吗？梅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是陛下不顾人伦强夺臣妻，才让我们夫妇分别的。给我闭嘴！我说的是事实。真是朕的好侄子，竟敢肖想朕的贵妃！叩见陛下！陛下，我和表妹已经完婚了，求你把她还给我。那你是想让整个端王府的人受到牵连吗？当然不是。陛下，是小儿昏了头了，他说的话可不能当真的。陛下，贵妃她现在已经跟端王府没有任何关系了。陛下呀！爹，孽子，你难道真的为了这个女人，让你爹我和叔伯兄弟去死吗？爹，陛下，昨儿年幼，还请陛下宽恕啊！他的生死不在这，而在于他们两个的一念之间。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啊！陛下，求宽恕啊！陛下，这就是皇权，生杀夺予均是君儿，上位者肆意而为，下位者却只能苦苦哀求，求一条生路，求一个怜悯，真是可笑。陛下，求陛下，陛下宽恕！陛下，陛下，对不起，陛下，对不起。表哥，我不怪你，我只怪上位者暴虐，掌权者昏庸，而你我这样的蝼蚁，只能任人玩弄，直到死。我告诉你，不要再给我提死字。只有你好好活着，整个端王府和丞相府的人才会好好活过。我当然知道，就算是死，我也无能为力。于此，你是聪明人，立刻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他将会是一个废人。陛下如此步步紧逼，云丝不敢不从。谢长泽，你我二人缘尽于此，从此我做我的富贵公夫，你做你的少年将军，我们从此陌路，成为我的月亮，不再相见。一瞬间飘向了远方。如果你能够看清我目光，一定在看向有你的方向。你就散了一池星光，成为我的月亮。你就像梦一场，星星落在我的心上。我要这世界都想要你在。云四，云四，薛太医，儿啊！太医说了，他只是气急攻心，已经用了药，现在他只是睡着了，让他睡吧。他这么决绝的就跳了下去，他真的不想好。他那么聪明，肯定知道要好好惜命的。我先走了，你好好照看他。哎，你去哪儿？他现在肯定不想看到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好好吃饭。也好，你都3天没有合眼了，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长公主，
臣女无意伤你，当时情况紧急，你无需在意，本宫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也是无奈之举。多谢长公主大量。别一口一个公主的，怪没意思的。这样，我叫你阿四，你叫我阿嫣，可好？好。你看你形容凌乱，我带你去梳洗一番吧。这宫里的汤池啊，可舒服了。公主，我不想去。说了别叫我公主，叫我阿嫣。阿嫣，那阿四陪我去汤池好不好？好不好嘛？好。阿四，你怎么愁眉不展的？公主，阿嫣，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直说吧，不用绕圈子。你呀，就是太聪明了，一点都没意思。其实我也不是来给谁当说客的，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没得选，后半辈子深宫高墙，了死残生吧。你怎么能心如槁木呢？那我应该如何？把这一切都忘了，然后换上笑脸，向他邀宠。皇帝他只是第一次碰到爱的人，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这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我人已经在此，以后会乖乖听陛下的话，不会再给他伤害我在意人的机会。皇姐，她真这么说吗？云四她本来就是一个弱女子，更何况这几日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她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只要时间够久，她肯定能看到你的好的。皇姐，你上次说，女人的心是需要时间软化的，可当真？只要时间够久，那朕就等，等到她看到朕的那一天。你相信皇姐，你不会等太久的。女子本就生性柔软，更何况云四她性格温宜。她性格温宜，她天生反骨，倔得很。那倒是，说跳城墙就跳了，所以那你更要有耐心啊。皇姐，你怎么对男女之事如此了解？我最近买了些画本子看了。把你的那些画本子送到朕的寝殿里去啊！朕要学。好吧。喂，云四跳城墙和弃你入宫已经应验，现在该相信我说的，我们皆是重生之人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将军是否想让前尘之事重演。当然想，我该怎么做？推动前世之事发生，刺杀云四。表妹，别怪我无情。我说了不用人伺候。云大小姐，我来送你一程。谢爷，太医，四儿，你别害怕，我没事。谢爷，谢爷，宣太医，杀了他，我就能自由了。一个以命救你的人，你真的不给他一次机会吗？云思，你不是谢言，别因为别人的恶失了本心。他又头痛了。四儿，你没事吧？我没事，是陛下受伤中毒，太医交代了，你不能动。你没事，还来照顾朕。陛下既然已经醒了，我让他们进来送。云思，对不起。
之前，是我没顾及你的意愿，伤害了你。我真的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从未想过伤害你。陛下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四儿，我可以弥补的。伤害既然已经发生，就无法挽回。如果陛下不能让一切各归各位，那么伤害就会一直持续下去。陛下口口声声说挽回，却不愿意放我走。我放你走，我可以放你走，但是能不能给一个半年的期限，定下来年之约，春暖花开？如果你还想走，这便放你。真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可以试着和我相处，像朋友一样，可以吗？现在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和谢衍对抗，先安抚他，解除我的禁足，再从长计议。好。值得吗？值得。至少他现在跟我共处一室，我会抗拒吗？你呀，命只有一条，就算是为了云四，也别不珍惜啊！快把药吃了。我不喝，我伤好了，他可能就不亏我。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哎呀，反正我不喝。云四，既然你来了，你就替我好好看着他喝药，让这苦药啊苦死他。喝药。我不想喝。快喝药。刚才你听到了？嗯，在你伤好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我看着你喝。真的？陛下以命救我，我是该还陛下的恩情。我不用你还，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快喝药吧。我那个今天的药还没还。你把衣服脱了，我帮你。害怕沉默就找话题，每一句都慎重的考虑，心酸和眼红我克制住。云四，要是我伤好，你还会陪着我吗？上药的时候别说话。回去我不算为难，把你变成了习惯。你说是条件，我照单成全。我走路对一分，将我的心穿有一分又一分爬出来，让我能保持同感。启禀皇上，刺杀贵妃的刺客已经咬舌自尽了。竟是死尸。这把匕首材质特异，让慎刑司给朕严惩这把匕首。是，陛下。主人，事情已经办妥了。很好，通战卫隐藏痕迹，养精蓄锐。是。谢长泽，你我二人缘尽于此，从此我做我的富贵宫妃，你做你的少年将军，我们从此陌路，不再相见。云四，你只能是我的。陛下的伤什么时候才会好？朕倒是希望这伤永远都好不过，这样就可以让你无法忘记，一辈子都记得。药换好了，就不打扰陛下休息了。
满意了呀？知道皇帝自幼学东西快，但没想到这出戏唱得这么漂亮。知道皇帝自幼学东西快，但没想到这出戏唱得这么漂亮。那日刺客来的突然，刚开始确实没有反应过来，后来真想到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让自己受伤，让他心疼，心疼是最好的开始。虽说你也是顺势而为，可也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啊！想想，真的很后怕。只要能让他留在我身边，这点上算什么？那我问你，你许他的来年之约，王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他还怎么忍心离开我？这次，只要我能打开他的心，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不能离开，一直守着我。你就不怕他识破你，一辈子不理你？此事只有你和智恩二人知道。王姐，你不会出卖朕吗？我当然不会了，不过我可提醒你，苦肉计用多了，可是会被怀疑的。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做什么吧。朕自有安排。听说谢长泽自从上次回去后便一病不起，怕是也再难成威胁。何不趁此机会，让他对云寺彻底断了这个念想？那就有劳皇姐了。表哥，求你放过陛下，别伤害他。是，背叛，为什么要放弃我？我爱的从来就只有谢妍一人。你闭嘴！出去！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陛下见你身体抱恙，多日未好，特意让本宫前来探望。臣多谢陛下体恤。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伤了心脉，需要卧床，好好休养几日。长泽，云寺如今也已经朝前看，你就算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也应该放下过去。云寺，云贵妃她，陛下待她很好。我出宫的时候，内务府的人都已经在筹备封妃了，相信不日应该就看到封妃大典了吧。陛下总算痊愈了。我好了，你这么开心？陛下龙体贵重，又是因为救我而受伤，我自然希望陛下早日恢复。四儿这段时间照顾我辛苦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然，除了离开我，我没特别想要的，只希望陛下答应我一件事。你说。我想让我的侍女绿芽进宫陪我作伴。这有何难？允了。你说你也梦见陛下因宠幸妖女而死于逆贼叛变？是。我就不该一时心软，饶他一命。祖宗在上，我云清定不会让云寺这个逆女留在人间，迷惑陛下，迷惑大周。岳父示下。贤婿，你们今生已无缘分，但若他死后能进你端王府祠堂，来世你们还能成为一对夫妻。表妹已经和我拜过天地，她生不能是我的人，死也要做端王府的鬼。我定让她入我家祠，永世做我谢长泽的人。老爷，宫里来旨，让绿芽进宫陪嗣啊。贵妃娘娘，人已带到。我的大小姐，你的牙好想你。绿芽，如今丞相府和端王府都是什么情况？丞相府一切都好，那端王府呢？他怎么样？端王府最近府门紧闭，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呢？该带的都带了，老爷特意交代我一定要亲手交给小姐。爹爹果然知道我要什么。
小姐，您一定要吃这假死药吗？要服用2个月才见效，才会像真死了一样。是药3分毒，我怕。不怕，爹给的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小姐，陛下不是已经许了您来年之约了吗？您又为何？我怕夜长梦多，万一谢衍后悔了，我赌不起。陛下是天子，不会吧？就算他说话算话，到时候准我出宫，恐怕我也只能灰溜溜的回丞相府，被爹藏在内宅，老死一生。与其这样，不如偷偷逃跑，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从此隐居。小姐想去哪儿？天大地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那小姐你要带着我。好，现在陛下已经松口，对我的执念应该也逐渐放下了。等到时候我死了，他应该不会再迁怒别人。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在干什么呢？绿芽在给我沏茶呢。好好伺候你们家主子。是。四儿，这个是京城最近流行的新玩具，朕带给你看看。多谢陛下。四儿，要不朕带着你出宫，不带着他们？好啊，那陛下容我换身衣服。好。下次服药一定得小心了，千万不能被他发现。四儿，这是何物？这叫孔明灯，诚心向孔明灯许愿，灯飞升上天，便可让神明听见我们的愿望，助我们实现愿望。求神明保佑，我可以成功脱身，不要牵连旁人。四儿，朕就是天子，你想要何物，朕都可以帮你选，没必要向灯许愿。我的愿望，陛下知道。走。大胆！哎，你快走吧。有道是前世情缘今生了，是前是缘说不了，说不了。等下，此话是何意？这是你的酒，现在物归原主了。你怎么就喝了？万一这酒里有毒呢？倘若这酒里有毒，朕死了，你会哭。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难过？四儿，今晚朕陪你回丞相府。这不合规矩。朕就是规矩。走，我带你回家。前世缘浅，今生能否续上，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四儿，喝多了，带朕避开那个糟老头子吧。陛下也怕我爹吗？我怎么可能怕他？我就是觉得他太啰嗦了。好吧，那我先带你去我房间。来，陛下，你怎么了？那酒里有药。药？什么药？谢衍，谢衍，你清醒一点，
你别这样。你不要命了？我没事，只要你好就行。快把衣服脱了，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又裂开了。四儿，我的药你随身拿着。是长公主塞给我的。哎呀，别磨叽了，快把衣服脱了。这个世界凋谢，我会守在我没事了。谢言，你不用这样嘛。你的深情我根本就还不起。我从未想过要你还，是我下足疯魔。你恨我，厌我，我都认。你不必觉得有负担。喜欢你是我的事。我知道，我给你穿衣服。四儿，如果我的伤好，你还会陪着我？都受伤了，先别说话。陛下再这样看我，今晚还是住客房吧。我伤口痛哪儿都去不了，我先睡了。为什么每次见他受伤，我心里都会这么难过？晚上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我怎么没有印象？为什么我会和谢衍在一起，还如此亲密？算了，不想了。这是什么？这是你的生辰礼物，唯愿一步一想，一步一想，只求我的四儿永远不会忘记我。那你呢？哪怕过了忘川河，喝了忘情水，我也会永远记得我的爱人，记得我的四儿。四儿，我们又同梦了。什么梦？我没有做梦啊！一步一想，一步一想，我只求我的四儿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我唐突了。这铃铛手链哪里来的？是你从小就带着的吗？我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觉得很心安。之前头痛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头就不痛了。母亲说，是一个巫医仙人给的，只说和我有缘，便一直带着我。那这样，便是我们的缘分。我们该回宫了。走吧。朕带四儿回宫了。陛下还应专注朝政，不可太多耽误。四儿，四儿，爹知道宫里什么都不缺，但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娘，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娘别无他求，只盼你平安康乐。我会的。那我们走。陛下，匕首来历已经查明，是谢小将军暗卫所有。果然是他。最近，谢小将军于深夜频频出现在丞相府，跟着他，记住，切勿打草惊蛇。是。还有一事，说，楼卫查出，您当初要求选妃之时，云丞相险些勒死贵妃，是郑国夫人提出，将贵妃送到长安寺，永不回朝，云丞相才留她一命。可是云寺入宫以来，
云丞相从未有过只言片语，此事定有蹊跷。你继续查，给朕查清楚。是。皇帝，新到的画本子。王姐，这些书朕不需要。为何呀？这些书朕不需要。为何呀？因为最能换取人心，就是一片真心。朕要用自己的法子，让云寺爱上朕。那皇帝，你可真是个云寺脑啊！此话，朕爱听。对了，我刚从云寺那儿过来，我看见他那儿汤汤水水的，喝了一大堆。你想要给他补身子，也不能这么喝吧？那是云老头给他的补药。云丞相，那就合理了。早就听说云丞相对嫡女可是上心了。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太医刚刚给皇姐诊平安脉，顺道过了，也给你诊诊脉。难道是他察觉了我服用假死药？不用了，我身子康健。李太医还是给陛下诊平安脉吧，之前陛下胸口的伤又裂开了。朕刚刚已经诊过了，来。贵妃身体无碍，只是思虑过重。若是长此以往对身体无益，只需开些滋补的药调理身体即可。四儿，你一个女儿家，怎么会忧思过重？我会好好吃药，调理身体。你爹给你的那些药，就先别吃了。太医，来，给贵妃准备一些特制的药。是。你给朕说实话，贵妃的身体究竟如何？启禀陛下，贵妃中毒已久，这毒性奇异，难以查询。一旦这毒性积累到极限，便立刻要人性命。以贵妃现在的身体状况，再服用一次就毒发身亡。立刻配药解毒。是。微臣告退。梁明志，臣在。把贵妃的贴身侍女绿芽给朕带过来。是，陛下。你给贵妃吃的究竟是什么？回陛下的话，是补身子的补药。补药？这是毒药！你想害死四儿？不是的，陛下，这是假死药。假死药？何谓假死药？就是可以让人看上去跟死了一样，但实际上只是睡着了，一般是用在死顿。死顿？他是想逃？属下不知。只问你，他吃着假死药，是不是想离开朕？好，他为了离开朕，真是费尽心思。你可知，这药有剧毒？要不是朕及时发现，家主子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家主子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不是的，这个药是老爷给的。老爷，这里是我之前跟小姐说过的假死药，你把它交给小姐，让她务必按时吃完，等药效发作。是，老爷。老爷怎么会害小姐呢？你家老爷不是第一次想害死你家小姐了。绿芽去哪儿了？云四，朕问你，如果来年之约到了，朕不放你走，你会怎样？你是不是为了离开朕，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如果陛下失言，我会。你们父女俩果然都一样心狠。四，这会让你知道，你所厌恶的皇权和朕，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恰恰是能够护你的皇权。相反，你所依赖眷恋的那些人，才是一群妖魔鬼怪。陛下，你在说什么？云四不懂。把这个给你家小姐换上。你家小姐的命
就靠你了。陛下为何不告诉小姐？陛下为何不告诉小姐？没有证据他会信，等朕查到证据，自会告诉他。宫中传出最新消息，陛下月余都没踏进流云殿，真是天赐良机。送进去的药，秘密应该也要吃完了。3日后应该是药效发作之日，我这就请旨让他回来。听说这药一旦发作，会让人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查无可查。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样，就算他在丞相府病故，陛下也无法追究。云相真的要大义灭亲？我丞相府100年清明毁于一旦，端王府也多受嘲笑，都是因为这个秘密。若我再不出手，任他蛊惑君王，本相该如何跟列祖列宗交代？云相大义。把药给我，谢言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谢言，小姐，老爷突然带话，夫人突然中计，让小姐赶紧回家一趟。怎么会？母亲她……陛下，父亲突然带话给我，母亲突然重病，我想回一趟丞相府探望。陛下，你想去便去吧。多谢陛下。于此，记得回来。娘，娘，你病痛如此，爹怎么还这样折磨你？思儿，谁叫你回来的？你快走！娘，我不走，我不走，为什么让我走？您病重如此，我怎么能离开？更何况这里还是我的家。你爹已经认定了你是妖妃现世，他骗绿芽让你吃下毒药，想毒死你。你快走啊！娘，不可能！你说什么？你快走！云次，爹来送你最后一程。四儿，爹曾放过你一命，可你还是妖行惑主，扰乱朝纲，我相府绝不能留你。四儿，你活着已经不是我的人，但是你死后，我定让你以王妃之名入我谢家祠堂，以抚慰你的亡灵。你们真要杀我？因为他害我失去了一切，我每天活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嘲笑。只要你还是贵妃，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抛弃、被凌辱。你死后，天下无人再祸国祸君，大周从此太平，云相所梦之事也不会成真。爹，您也这么想？逆女，你不该惑主！逆女，你不该惑主！你们一个当朝宰相，一个端王府将军，仅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梦，就认定我是妖妃，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把我当成你们围猎绞杀的对象，当成你们堡中所谓精明的牺牲品。你们才是卑鄙小人！动手！朕还是不放心，你派人去丞相府护着贵妃。是。等一下，朕亲自去。不要！
四儿，陛下，你醒醒，四儿，你醒醒，四儿！袁丞相，逼死了你的女儿，你满意了？陛下息怒，四儿的确是因为母亲病故才伤心过度，气绝身亡。就算是太医来验，臣也不怕。如今四儿已死，丞相还有其他打算吗？为了皇家颜面，主要的是先好好安葬他们母女。四儿生前没能入端王府，这死后还请陛下能让入端王府祠堂。好，那就如了丞相的愿。只是朕希望你不要再去四儿的灵前干扰，让他好好的走。好，好。娘妹，你安心的去吧。皇上驾到！多谢陛下参加无期丧礼。丧礼？何人丧礼？母亲冤死，你不配提他名字。陛下，四儿已经死了，求你放过臣妾。谢将军，你对四儿如此情深，为何不随他一起去？也算是一段佳话。你是人是鬼？你希望我是人还是鬼？你没死？我没死，让你失望了是不是？娘，四儿，你冷静点，四儿。我没有娘了，谢爷，我没有娘了。四儿，对不起，是我来了。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不让你一个人回丞相府的。你早就知道这个假死药是毒。是，所以我让绿芽换了药。虽然也可让人晕厥，但是服了解药便可无事。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怎么能？我要杀了他们！他们还给你准备了一场丧礼，宴请了整个京城的权贵。好，既然他们那么想让我死，那就如他们所愿。四儿，你想让我怎么做？既然他们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那就让他们名声扫地，再也抬不起头。陛下，您愿意陪我延长戏吗？我甘愿，作为四儿的妻子，入此棋局。谢长泽，你们合谋害死我娘，还在这里佯装深情博同情，借着女人的死来标榜自己，真让人恶心。今日我就让大家都看看我的真面目。这个妖女，还敢在这里妖言惑众！谢将军，你是伤四儿不成？害怕吗？陛下，先祖曾托梦，此妖女会迷惑圣心，亡我大周啊！亡我大周？你们总说朕是一个暴君，你们不觉得暴君会亡国灭种，反而觉得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颠覆这天下？陛下，您这是被他蛊惑了呀！你怕的不是我蛊惑陛下，而是曾经依附你的女人，即将比你位高权重。你们惧怕皇权，敢怒不敢言，便把所有的污名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因为你们知道她是你们的女儿、妻子，可以父权、夫权欺压她，她就是你们发泄情绪、推卸责任的傀儡。说得好，谢将军，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陛下，妖女真的会祸国祸民啊！你既说我祸国，那我也不能白担了这个虚名。我如今是陛下的女人，是当朝贵妃，你若污蔑我，就是污蔑陛下。
你们是要反吗？怎么不敢？不敢！不敢！你们是要反吗？怎么不敢？不敢！四儿，你刚才是为了报复谢长泽吗？他算什么东西？我只是单纯的想玩。自从贵妃入宫以来，深得朕心，屡屡劝谏朕要体恤民情。这月，朕就行册封礼，以正贵妃之名。我看今后还有谁敢阴害贵妃？风飞，四儿，做戏做全力。暴君妖妃，天命定会除你二人。谢将军，你毒杀郑国夫人，戕害贵妃，朕留你不死。但是从此之后，不可再出诏狱。暴君当道，妖妃祸国，大周要亡，大周要亡了，大周要亡了。我不是。妖妃呀！妖妃呀！我不是，四儿，四儿，我不是妖妃，我真的是妖妃吗？四儿，你又做梦了，梦都是假的。可是谢长泽说什么天命，天命难道真的要我们死吗？就算真的有天命，那天命一定是对的吗？自打你入宫以来，从来没有干涉过朝政，也没祸害过百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是，我不是妖妃。谢言，你说的对，世人给了女人太多约束，太多污名，所以，你更应该为他们争取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周。世人都说朕是暴君，说你是妖妃，朕偏不想如他们的愿。你愿意帮助朕吗？可我……你放心，我不会以你是贵妃的身份去约束你。等到来年之约一到，如果你还想走，朕便放你。谢言，你变了。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看不得你受委屈，所以我要护着你，也要护着大周。我困了，陛下回吧。李太医特别交代过，你现在身体不适，需要有人照顾。朕今晚就在此留下了。我不用睡床上，我睡地上就可以。让你那个侍女小绿叶子给我准备一床，那个褥子。人家叫绿芽。绿芽，四儿，朕就是舍不得你，想一直守着你。要是传出去，我就让陛下睡在地上，恐怕明日早朝，文武百官又要上奏要妃破主了。他们敢？这是朕自己求来的，朕巴不得天天跟你睡一起。要不陛下还是上床睡吧。不过我们得约法3章。约法10章都可以。这样就不算越界了吗？不算。四儿，只要能把你留下，哪怕重塑一个世界，改变这里的规则，朕都在所不惜。云寺貌婉心贤，敬慎持恭，深得朕心，封为云贵妃。此后，后宫唯她一人。别慌，唯我一人。别慌，朕只爱你一人。醒醒啊！醒醒啊！
你也梦到了雪灾，是不是？还有风飞大典，你还崴了脚。你也梦到了雪灾，是不是？还有风飞大典，你还崴了脚。风飞大典可能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举办，所以梦到。那雪灾呢？难道也会发生？四儿，这只是梦而已，都是假的。而且最近各地的天气甚好，不会有雪灾的。可我总觉得那些梦都是真的，是上天在警示陛下即将发生雪灾，让你早做准备。四儿，若是上天真的这么钟爱于朕，那干脆就免除雪灾。或许天灾皆有定数，无法随意的人为皆免。那人的生死也自有定数。可我们做梦梦到了，上天提前让我们知道，说明这场雪灾可以避免，那些百姓命不该绝啊！四儿，这只是梦，不要担心了。谢小将军辛苦了。张公主，既然是重来一世，我们都知道谢言的所有动向，为何还要我次次推动？虽然是重来一世，但是我发现，除了像大婚抢亲、跳城墙、灵堂封妃这些大事件会发生以外，其细节却不尽相同。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无论是城墙还是灵堂，我都让你去推动事件发展，来保证结果和上一世一模一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小将军是否想让前世之事重演。当然想，我要怎么做？让你的暗卫刺杀云寺。什么？谢将军别着急，这只是为了制造危机，让云寺重新信任和接受谢衍。凭什么要让表妹接受的？上一世谢衍就是因为耽于情爱，才被你亲手斩杀。谢衍，你说是你杀了你？这一世，谢小将军想放过他们？不，这一世，我一定让他死在我的剑下，安上云寺之果。然后你只需要告诉云丞相，你也梦到了谢衍死于暴乱，大周覆没，云丞相自然要对云寺下手，而你只需要在葬礼上扮演一个深情官夫，再招玉关一阵子，我就会捞你出来。等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大业开展的好时机。都是长公主筹谋有方，那接下来的雪灾需要谢某做什么？上一世，谢将军就是在雪灾后集结了流民，建立了起义军，才能为大周铲除暴君，助本宫上位，还大周一片清明。这一世，谢小将军只需要和上一世一样，集结流民，建立起义军即可。遵旨。臣此生一定为大周除掉暴君，不杀谢衍，我誓不为人。那本宫就等着谢将军的好消息了。上一世暴乱由你们而起，可任我苦苦哀求，你们都不在意本宫的生死。皇帝救我！皇帝救我！皇帝！于是，谢衍，这一世，本宫亲自送你们去见野王。云寺貌婉心贤，敬慎群公，深得朕心，特封为云贵妃。从此后宫唯她一人。这些人连站位都和梦里的封妃大典一模一样。按照梦境，我在这里会崴脚。这样你就不会崴脚了。快放我下来！谢衍，梦是真的。四儿，你这是做什么？你明知故问。今日封妃大典，我真的崴了脚，就印证了我们梦里的事都是真的。我就想知道雪灾是否也是真的。四儿，那你就把朕当成供梦的工具人。如果能避免雪灾，那陛下会是天下万民的福星。
那贵妃可要替万民给珍惜甜头。四儿，你一心为民，朕当然要陪。暗卫已经集结完毕，只是这次雪灾真的会有这么多流民？雪灾并没有那么多流民，只是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激起了民愤。现在他们就像恶鬼一样，誓死都要拉谢岩下台。江大人，你怎么不去救灾啊？本官眼里只有美人儿，见不得那些贱民。官逼民反，民必决战到底！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亲自去保护江司空，务必把他贪赃枉法、罔顾人命的消息传播至大街小巷。好，我这就去。这个江司空不能用。这个人贪污、欺君犯上，朕不会放过他的。陛下得提前任命其他人担任抗雪事宜，不然朕有雪灾发生、流民暴乱，大周真的就要亡了。不过，赈灾之事不宜声张。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赈灾款的安全。对了，最好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们。一来是为了保护，二来是为了防止贪官贪污，谁贪污就杀谁。是。你觉得找哪2位合适？你觉得呢？杨司空、秦刺史。大人何事啊？说，江司空。这位大人，我不认识什么江司空，我只知道朕家的杨司空。小哥，咱俩要不要喝一杯呀？小白脸。四儿，怎么在这淋雪？冻病了怎么办？我没事。有北方的消息了吗？别担心了，北方虽然下了大雪，但是杨司空和秦刺史一方得道，百姓们都有充足的钱粮，所以我们梦中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呢，也没有冻死，也没有起义军。真的？当然是真的。朕刚下令重赏了杨司空和秦刺史，一并下面的士兵也都赏了。太好了，谢爷，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是个好皇帝。因为这样一个好贵妃啊。你快放我下来！多亏了你，发现我们的梦预示着未来，才能让百姓摆脱流离失所，天下太平。我只是和你一起出主意，没你说的那么厉害。真的，等雪停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宫，就知道百姓是怎么称赞你的。他们竟然能梦到未来即将发生之事。如果他们知道了上一世他们的结局，不，绝不能让他们得逞。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江司空，更没有灵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梦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计划要变，用预演的另外一种方法去把你的暗卫叫回来。陛下真是明君，是谁说贵妃娘娘是妖妃？分明是救世济人的菩萨。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恩爱一辈子。我们也来一个。好啊。这次又许了什么愿？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你能做个好皇帝。世人都说朕暴虐，世人都觉得朕是一个暴君，但没想到还有人觉得朕是一个好人。只要陛下愿意，陛下就是明君。我的四儿也不是妖妃，我们的梦都只会是梦。是，无论是谁还是什么梦，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的命，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以后想干什么都可以，
哪怕我要高奏明堂，要这皇权为我所用，为我娘这样的女子平冤，为天下女子平权。哪怕你要颠覆这个世界，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朕也陪你一起。这将会是一条很难的路。没关系。给姐姐买个糖葫芦吧。小朋友，这个糖葫芦甜吗？姐姐只吃甜的。可甜了，姐姐一定会喜欢的。好，那来一个。不用找了。祝哥哥姐姐和和美美。甜吗？甜，你尝尝。是挺甜的，走吧。杀了他！现在还不是时候，时运不到，天命是不会助我们的。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这次天命是站在我们这边？既然上一世我们已经成功，这一世为什么我们又要重来？天命重来一次，必然有它的道理。天命重来是为了让本宫扭转一切，这次本宫一定会夺得皇权，成为女帝。今日怎么这么开心啊？我的大小姐，现在外面的话本子上都说贵妃体恤民生，谋略深远，护住了百姓呢。哪来的话本子？自然是陛下想要百姓都知道贵妃的好。太有心了。之前误会大小姐的人，现在肯定后悔死。绿芽，我想留下来。真的？我之前惧怕权势，只想着逃是没有用的。但我尝试把权势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改变很多事，可以造福很多人。他说的对，权势不是洪水猛兽。我的大小姐，您终于想明白了，陛下对您多好呀！您多走2步路都怕您脚疼了。过2日就是新年了，陛下要是知道您不走了，肯定高兴的要发疯了。小点声，竟然敢揶揄皇上！真的，现在宫里的小太监、小侍女们私底下给陛下都起了个绰号，叫大周第一贵妃发疯脑。那日陛下路过，不小心听见了，都吓坏他们了，还以为要被拉去砍头了。结果没想到，陛下不仅没怪罪他们，还点评说这个称号挺符合的。还有这事啊？可不嘛。你回来了。你喝酒了？谢言，我想留下来。真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改变梦中之事，让他们都看看，我不是妖妃，你也不是暴君，大周在我们手里才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一起。把你手给我。这是什么？之前总看你这条手链上只有铃铛，一直想给你配个别的，今日终于被我找到了。谢言，阿言，你怎么这么好？那你喜欢吗？喜欢，很喜欢，和梦里一样。四，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知道。叶思，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知道。我们去床上吧。四，你昨天晚上的铃铛真好听。别闹了，阿烟一会儿来找我。那你是喜欢阿烟呢，还是喜欢阿烟？哟，是我来的不巧了。我去上床了。好甜呀！你就别打趣我了。你这番出宫游历的如何了？山河虽美，但还是家里最好。而且我所到之处，百姓都在称赞你和皇帝呢。我心里啊，骄傲的很呢。
他是很好，你们倒是好，我可不好。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总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梦。你做了什么梦？什么雪灾啊，百姓受难，还有皇帝囚禁你什么的。谢眼囚禁我？梦都是反的，只是我最近都睡不好美容觉。梦不是反的，雪灾确有其事，只是我们提前做了预防。那你还梦到了什么？没有，雪灾之后我就没有再梦到其他的了。那你说的那个谢眼囚禁我的梦，你还记得吗？我想想，好像是皇帝做错了什么事，你不想理他了，他就把你关起来了。你们好不容易才好好的，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也觉得。不说这个了，跟你说，我这次在游历中学会了怎么做糖葫芦。真的？那你教教我。说，是不是想做一串给皇帝吃？不是。还说不是？这可是贵妃娘娘亲自做的，陛下肯定很喜欢。要是让云寺知道你一直都在骗他，你不说，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谁敢相信堂堂大周天子竟然是从民间那些不入流的话本子上学的方法来留住云寺的心的？丞相府和端王府的联谊，他们以为朕不知道他们搞的什么把戏。多亏了云丞相那个老顽固，朕才有机会一并除去这个心头大患。可惜啊，我没在现场，没能看到云丝被你打动的话。想到当初你故意为他挡了一刀的时候，我不过才故意说了他两句，他呀慌得不行啊。王姐，谋算人心，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朕希望此事到此为止，莫要再说。距离我们的来年之约只剩3天，朕不想再生事端。皇姐当然知道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寺执意要走，你怎么办？朕已经像藤蔓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如若他要拔出，朕便会死，他永远不会离开，哪怕是死，也留在我身边。谁？好像是云寺。云寺，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听你说你怎么用苦肉计让我爱上你吗？苦肉计是因为你一心想死，我也是因为中了一刀才顺势而为的，我都是因为爱你啊！你凭什么觉得你只要略施小计流点血，就能骗走我的真心，就能让我感恩戴德、俯首称臣，从此做你的奴隶？我什么时候让你成为我的奴隶了？我都是因为爱你。爱我？你所谓的爱就是一个连环套索，而我只是你陷阱里的猎物。你用你所谓的爱编织了一个天罗地网，用你的权势一步步把我逼进你的猎群，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东西。你这个骗子！你要去哪儿？只要不在你身边，哪儿都可以。哪儿也不许去！若你非要纠缠，我便有如此烈。就算是死，放开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谢言，你放开我！陛下，都怪我一时多嘴，请陛下准我将功赎罪，劝云寺回心转意。没用的，我只请一试。我知道你还在怪我，我今天来也不是想解释什么。这里是些银两和我的腰牌，你拿着从东门出去，到第3家客栈暂住，避避风头再出去吧。这一路我已经给你打点好了，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为什么？我早该告诉你的，可是他是我的亲弟弟。不必说他了，阿言，我们之间不用说抱歉。谢谢你，照顾好自己。
再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云四，等你下次被抓回来时，就是你和谢妍的死期了。皇帝，王姐，你怎么了？昨晚我去云四宫里面劝他，没想到他却把我打伤了，最后还把我的腰牌给抢走了。我怕他是要出宫，你快派人去找他吧。王姐，我先去找云四，你去看背影。好，你快去。派出所有龙卫，确定3时，要看真找到贵妃。怎么这么远？难道是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那杯酒有问题？为什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四执意要走，你怎么办啊？他故意让我听到，又让我出宫，现在又在我的酒里下药，为什么？禀报长公主，陛下，我们的人都已准备就绪，就等他们回宫自投罗网。护国大将军辛苦。上一世谢衍抢走云四后，最后就是来到了这里。表哥，求你放过陛下，别伤害他。四，你背叛，为什么要放弃我？我爱的从来就只有谢衍一人。你闭嘴！杀了你！上一世你就是在这里报仇雪恨的，这一世朕依旧派你留守于此，诛妖妃，除暴君。是。四儿，云四，云四，谢衍，你为什么要骗我？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好冷，我好冷。不冷，来。云四，你为什么这么什么？都是你护着我。如果有来生，你愿意？我愿意，我们俩不分开。疼不疼啊？这次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儿？多亏了黄姐，是她告诉我的。只是你夏少爷太重，把黄姐的脸打得都是血。我没打他。他说是你打了他，抢了他的腰牌，才逃走的。根本不是，腰牌是他给我的。啊？为什么？我发现他故意让我听到你们的谈话，又骗我出宫，现在又下药把我留在这儿，又把你引过来。我猜，他是在推动我们做前世发生的事。他跟我们一样，做梦梦到了吗？这么看，他一直引导我们重新经历前世发生的事情，肯定因为他对前世之事很了解。他也知道我们会被谢长泽所杀，所以他这么做是在拖着我们走向死亡。朕告诉你，再敢碰，朕就打断你的腿。谢衍，你就是一个疯子！朕就是个疯子，朕就要把你囚禁在朕身边一辈子。小佛命令，就乖乖配合我们演一出戏。杀了你！谢爷，我杀了你！不要，别杀我！人呢？你们
怎么会？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没有决裂？怎么会察觉到圈套？王姐，你真的不念姐弟之情了吗？王姐，你真的不念姐弟之情了吗？姐弟之情，如果你真的在乎，上一世我怎么会惨死？你知道上辈子我怎么死的吗？我爹，救我！我爹，救我！我爹！我在那里呼救、哀求，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满心满眼只有云寺。什么朝廷，什么百姓，你根本就不在乎。身在地位却毫无作为，身为皇帝却残暴无情。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既然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骗子，你不是说你已经登帝了吗？不这么骗你，你能死心塌地的为他做事吗？毕竟上一世登基的人可是你。妖妃暴君已除，现在该封朕为帝。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像你这样的蠢货都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等我把你们都杀了，这个天下就是我的了。贱人！上一世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但你应该看到他的改变，他会是个明君。你早就被他同化了，云思。你堂堂丞相府的嫡女大小姐，却用2辈子的时间和一个男人纠缠，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妃，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再来一世，你还想和这个暴君一起吗？是，任何人再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单于情爱是你们的宿命，不是我的。只有权势才能让我依靠，我懒得跟你们废话。来人，把他们给本宫拿下！快来人呐！王琦，你不用再喊，你不用再喊。谢长泽的暗卫早就被我监视了，他们一进宫就被我的龙位顶天，自然不会听命。本宫筹划了这么久，这天命不就是让我拨乱反正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罗安，你要快些长大，好替父皇母后分享些政务，知道吗？快点长大，好不好？阿言，他才1岁，听不懂这些。我们的孩子中气十足，将来一定是一个霸气的帝王。唉，好了好了，不哭了。来，看这个，不哭了。